在干枯的澳大利亚的土地上，一只正在寻找淡水的雌性鸭嘴兽正在爬行。过去几年，极端的干燥使河流和溪水变成了涓涓细流。它勉强活了下来，但无法繁殖。明年会不会有不同的运气？现在是秋天，饱满的雨滴终于从天而降。几天之内，鸭嘴兽找到了河流，开始捕食。它的脚蹼推进着它沿河而上，它的防水外套为它的身体保暖。在水底，它用鸭子一样的嘴来感受它的周围环境，嘴里配备了约4万个感受器，这使它能够检测到来自玻璃虾的神经和肌肉的微小信号。那些玻璃虾成了它的一顿快餐。一旦它爬回来，在陆地上建造洞穴，就以蜥蜴般的姿势蹒跚而行，它的四肢以平行于脊椎的方式移动。鸭嘴兽有很多怪癖。作为一个单项目动物，它是现存的最古老的哺乳动物谱系，因此它有哺乳动物、鸟类和爬行动物的奇怪混合特征，这体现在它的基因组中。例如，哺乳动物通常有一对决定性别的染色体，但是鸭嘴兽有5对，更像一只鸟。希望它用得着。随着冬天变成春天，它恢复了力量，是交配的时候了。然而，它不能在这里抚养它的幼崽，周边土地开始被砍伐，导致河岸被侵蚀。它也可以逆流而上，定居在被河边的红椒树遮蔽的清澈深水池中。突然，一阵沙沙声，有鸟儿从灌木丛中冲了过来，然后一只狐狸出现了。自从这些掠食者由白人移民于1855年带到澳大利亚，就威胁到鸭嘴兽。狐狸这次没有看见它，但鸭嘴兽需要保持警惕。2只雄性也占据了这个区域，没多久就开始争夺它的爱。每只雄性后腿上都有刺，这种刺含有一种强效的像蛇一样的毒液。一只雄性把另一只雄性斗败，并在几周内向雌性求爱，和雌性一起游泳，偶尔咬它的尾巴。最终它回应了，在交配之前，它们绕着圈游来游去。雄性鸭嘴兽的阴茎有2个头和刺等古怪的特征，可以辅助受精。在接下来的1周里，雌性建造了一个很大的洞穴，里面有一个舒适的小窝。它堵住了通往小窝的隧道，使潜在的掠食者认为里面是死胡同。然后就像爬行动物或鸟类一样，它通过用于繁殖和排泄2者的单开口泄殖腔下蛋。它孵化它的蛋，然后当河边红椒树开花的时候，它的后代就孵化了。像其他哺乳动物一样，它给孩子喂奶，但是和其他哺乳动物不同，它没有乳头，奶从乳腺到腹部渗出，它的孩子们在它的腹部啜饮它。这种混合奶会滋生细菌，但鸭嘴兽也会产生有效的抗菌蛋白，确保它的新生幼崽安全。它继续照顾它们4个月，捕食、躲避狐狸，并一直在修复它的洞穴。当它的幼崽们准备好它们的初次狩猎，夏天渐渐逝去。一天傍晚，母鸭嘴兽捕食归来，它发现一只幼崽已经离开。几天后，另一只也离开了。它的幼崽很快就可以完全独立生活，最终它们会离开这片河域，去建设自己的家园。人类对地球上所有神奇而奇特的生物知之甚少。观看这段视频，深入了解大象的思维及其超乎寻常的智力，或者观看这段视频，探索狗类令人惊奇的嗅觉。